那栋大厦暂时没有结构上的危险。说是这么说，是有危险的。暂时只让你看这段，之后你自己说过什么，你自己知道。你想怎么样？想你自首？证据够的话，你早就已经报警了。我真的很想报警。像你这种人，派你做电椅都算便宜你了。我没有去报警，是因为一个人。你说我儿子出卖我？你把钱抓在哪儿了？你把儿子抓去哪儿了？你快说，我儿子在哪里？说啊！你放开四狗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马上给我放他！喂，子谦，你爸爸有话跟你说。喂，爸，是我。哎，子谦，别说话，你怎么样？他们说你把影片给他们，指证我，是不是真的？爸，你去自首吧。说什么呀？你不去自首的话，我就会把你所有的罪证交给楼爸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你爸爸，你在哪里？你找不到我的，去自首吧。我儿子在哪里？他离开香港了，你找不到他。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离间我们父子？我告诉你，我一样可以让你永远见不到你老妈。喂，是不是想找你老妈？你快放了他！行，把我儿子交出来，一切好商量。还有，王大壮的妈妈已经瘫痪，不能走路，你干脆帮我把他的手也废了。现在电视经常打广告，叫人家捐赠器官。他妈妈身体不错，应该可以捐给很多人。你就把他妈妈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捐出去。哎，你记住，捐赠器官要趁新鲜。老板，叫救护车！昆仑电台，王思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爸，杨雷，李大壮，虽然被告是你女朋友，但你是控方证人，相信待会儿你在法庭上不会有所隐瞒，会说出你看到的事实，是吧？是。检控官，证物到了。谢谢。案发当天，被告王思苦去死者办公室找死者戴超龙。根据被告声称，他怀疑戴超龙跟深水埗旧楼倒塌的意外有关，打算劝戴超龙自首，但戴超龙拒绝。他还说他挟持了被告的妈妈，然后打电话给他的手下，要他的手下对付被告的妈妈。在情急之下，被告用高尔夫球杆用力击打戴超龙的后脑，导致戴超龙当场死亡。法官阁下，我想传召涉案证人潘小琼，也就是被告的妈妈。潘女士，请问案发当天下午3点到5点你在干什么？每天这个时候，我儿子都会跟我去公园那边散心。当时我们是在公园里面。当天的那段时间，你有没有被人带走？我女儿说我被人带走了。潘女士，请你说出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你看到的事情。我那天跟我儿子去公园那边散心，突然间我儿子说觉得很累，所以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。而同一时间，我自己也觉得很想睡觉，然后就睡着了。你醒来之后在什么地方？
在公园里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后来我们就回家了。王思源先生，请问案发时你的经历是不是跟你妈妈说的一样？是。法官阁下，我问完了。思源，请你想清楚，案发当时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呢？有。当我推着我妈去公园的时候，跟一个在抽烟的男人擦身而过。我闻到他的烟味之后，就突然觉得很困很累。我怀疑他的烟有问题，就像是迷烟似的。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男人故意迷晕你们之后，就把你妈妈带走，然后挟持她，等戴超龙下命令？但是他在电话里知道戴超龙出事了，就马上把你妈妈带回公园了。等你们醒了之后，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了。反对，反对辩方律师做出无根据的推论。我只想提醒陪审团，他们两位当时昏睡了2个小时，是2个小时，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发生任何事情，并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。法官阁下，即使被告声称当时他妈妈被挟持，又说接他妈妈电话的人是死者的助理刘成友，但刘成友他失踪了，没人能够证实被告所说的话，又或者说没人能证明他妈妈曾经被人挟持。反对有效。罗莉亚，你当时进入戴超龙的办公室，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戴超龙掐着王思苦的脖子，强迫他说出戴子谦的下落。戴超龙为什么要逼王思苦说出他儿子戴子谦的下落呢？因为戴子谦有证据，可以证明戴超龙就是塌楼事件的幕后黑手。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去阻止戴超龙的话，你估计他会怎么做？他一定会伤害王思苦，甚至会杀人。反对，反对辩方做出假设性的问题。反对有效。当你听到戴超龙在电话里指使他的手下虐杀被告的妈妈潘小琼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很生气。我觉得这个人冷血残忍，绝对做得出来。连你也觉得生气的话，而且也相信戴超龙会做出一些残酷虐杀的行为，更何况潘小琼是被告的妈妈，王思苦当时肯定比你更愤怒。他为了要保护他妈妈的性命，毫不犹豫，马上阻止戴超龙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当时我也有同样的想法，很想保护琼婶，阻止悲剧发生。只是王思苦没我那么快，我比他早一步，拿起高尔夫球杆，用力向戴超龙的头打下去。艾瑞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是说，杀死戴超龙的人是我，不是王思苦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乱说！被告，请你控制你的情绪。证人，你清不清楚刚才的问题？法官阁下，我很清醒。我终于想起来案发当天的全部过程。他妈妈身体不错，应该可以捐给很多人。你就把他妈妈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捐出去。我知道戴超龙说完那句话，他的手下就会杀死琼婶。为了阻止他，我拿起一支高尔夫球杆，用力打向他的头。当时我没有想到会打死戴超龙。那一刻我呆住了。这个时候，王思苦用东西把我打晕了。稍微有逻辑的人都知道，王思苦擦掉高尔夫球杆上的指纹，自己握着，造成他是凶手的假象。所以，打死戴超龙的人是我。你们要告谋杀的话，应该告我。不是，你不要乱说，你们不要相信他。我说的是事实。之前王思苦为了帮我顶罪，编了个故事。法官阁下，请你立刻撤销他的证人资格。你们不要相信他说的，不要相信他。全体肃静。今天休庭，押后再审。被告人罗莉亚，你可以开始了。法官阁下，感谢你批准我自辩。我要严正指出，我杀死戴超龙虽然是事实，但绝对不是谋杀，而是自卫杀人。
法官阁下，首先我想传召证人范达基。范先生，在今年的11月2号下午，你是不是曾经跟戴超龙发生争执？是。你们为什么争执？那天他儿子不小心刮花我的车，我一气之下打了他儿子一巴掌，结果戴超龙马上向我报复，叫手下砸了我的车，然后把我压到他的车上，之后还用电脑打我的脸。哇！当时我马上流血，后来我还进了医院，缝了10几针。你介不介意给大家看看你的伤疤？坚婆婆，戴超龙是不是曾经带你去荒岛？你能不能叙述一下那天的情况？那天他带我去了一个荒岛上，戴超龙说，要是我以后百年归老，不能入土为安，他就把那个荒岛送给我，还拿个大骨灰坛子出来，我吓死了。为什么戴超龙要这么做？他怕我为灵骨堂的事情出来作证。穷婶，在案发前3天，你回医院复诊，是不是有个打扮成男护士的神秘人把你带走了？是，那个男人把我带到斜坡上，然后把我的手绑在轮椅上，把我推下去。我当时快吓死了，我以为肯定活不了了。幸好你出现救了我。之后我就看到戴超龙坐在车上经过，这件事一定是他干的。为什么你觉得是戴超龙干的？因为他向我做了个手势。范先生被打，坚婆婆被恐吓，穷婶被推下斜坡，都是铁一般的事实。还有，之前深水埗塌楼事件，知道内情的关键证人装修承包商陈荣，他良心发现，准备去指证戴超龙，就在他去警署的途中，竟然被车撞死。我想请问各位陪审员，有没有这么多巧合呢？我想指出，戴超龙是个心狠手辣的人，为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之前他为了拆散儿子跟女朋友，竟然把那个女孩子的3只宠物狗都杀了，手段凶残。所以当我听到穷婶被他挟持，戴超龙打电话给手下要虐杀穷婶的时候，我必须制止他。我当时没想过那一下会不会打死戴超龙，我只是想阻止悲剧发生。我恳请各位陪审员裁定我自卫杀人。被告提出的多宗例证是证明死者死有余辜，而自己是为了自卫而杀人。我提醒陪审团，被告的指控大部分没有证据，而戴子谦和他女朋友失踪了。至于叛徒陈荣的死，严彪已经承认是酒后驾驶而导致他人死亡，没证据显示是戴超龙指使他做的。至于潘小琼被挟持的说法，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。相反，警方在凶案现场找到凶器，而被告也承认重击死者。现在已经有了口供和证据，而被告跟戴超龙生前有过多次冲突，所以被告有理由因憎恨死者而动杀机。还有，被告和死者在现场并没有打斗，也就是说，连误杀都不能成立，自卫杀人就更不可能。陪审团，请问有结果了吗？有，法官大人。你们的结果是否一致？是。请宣读结果。法官阁下，这位就是法庭一直传召的关键证人戴子谦，他不只愿意出庭作证，而且还有新的重要证据要提供。听着，你并不是罗丽亚的代表律师，所以你没有发言权。而且这一庭已经到了宣判结果的时候。法官阁下，谋杀是极为严重的罪行，判刑可能是无期徒刑，不能轻率处理。既然现在有关键证人和重要证据出现，为免判完再上诉，恳请法官阁下批准。听完戴子谦的供词和证据，再请陪审团作出裁决。本席批准。先在承重墙上做手脚，
在找装修工人，做些无关痛痒的装修，让承重墙受到震荡，到时候房子塌了都不会有人知道原因。在世人眼中，戴超龙是个良心企业家，有良好的公众形象。就算在座各位刚开始也不相信他会是一个凶残暴力的人，但片段中见到的戴超龙跟平时的他判若两人。原来人性最恐怖的是可以有两面，用美好的包装去掩饰丑恶的一面，欺骗所有人。戴子谦是戴超龙的儿子，戴超龙是我打死的，但是戴子谦仍然愿意为我出来作证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公义。法律是要来维护公义的，我们不应该对法律失去信心，也不应该用非法的手段去彰显公义，因为这样做违背了法律的精神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，法律是用来保护普罗大众的，法律的精神是不会冤枉无辜。但是，如果法律只是沦为有权有势者的工具，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？法律的精神也将会荡然无存。陪审团主席，请宣读裁决结果。我们7位陪审员一致裁定，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。太好了！本席宣判，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